哎呀，我婆婆这想念中餐，想念的不行不行的，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还舍不得去。以前我去呢还能露两手，现在也没有这待遇。所以前两天我母亲节嘛，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炒菜鸡，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就用这炒菜鸡来做中餐。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在炒菜鸡面前站倍儿直，炒了一个毛菜，累废4个人。最后炒出那盘菜吧，就怎么形容呢？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这个炒菜鸡吧，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它是这么用的。就是你选择你做一个菜，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完事儿呢，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西红柿、鸡蛋，然后呢，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还不用一个计量单位，就酱油15毫升，蚝油15毫升，糖10克，葱花10克。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那以前我说过，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你炒菜鸡说，哎，你现在放啥？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你炒菜鸡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你要没放就嗷嗷响。哎妈，这个我婆婆紧张的，生怕出错呀，就演练好几回呀。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手里拿着酱油；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手里拿着蚝油；我婆婆站在最中间，手里拿着一盘糖；我老公站在最左边，手里拿着葱花、葱瓣缕。完事就开始炒了，哎呦我的妈，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那锅就是教官。西红柿炒鸡蛋1连2排，炒菜开始，不数，酱油、蚝油、糖、葱花，报数完毕，准备开炒，放大上去。20秒之后，离场，放酱油，酱油在最右边公公手里，所以全家找酱油，香要看切，酱油在这炒着前看，葱要往这紧密靠拢，好里边，好放完酱油了，好上去，等20秒，20秒到了，好离场，放蚝油，蚝油在哪呢？蚝油搁谁那呢？蚝油是哪个？什么是蚝油？香做香油看齐。警报要响了，我小姑发现啊，我是蚝油，好归队，香着看齐，放蚝油，好再等20秒，上去。20秒之后放葱花，谁是葱花？我大胖媳妇是葱花，香着看齐，葱花来了，先看，好放上。哎呀妈，这紧迫感给这家人整的，这菜炒的贼难吃，完焦虑症全整犯了。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开始腌肉，爆椒丸腌多久？腌至入味。炒鸡蛋，爆椒丸炒多久？炒散。好，等待一下，上洗。爆椒丸烧洗多久？烧洗片刻。等待油温8成热。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成热。放料酒，爆椒丸放多少？酌情放。开始翻炒，爆椒丸翻炒多久？炒至变色。爆椒丸变成什么色？深色。上洗。哎，你们绝对不能想象我加拿大的公公婆婆是怎么包饺子的。我婆婆终于办了签证，要来中国看孩子了，人还未到，硝烟四起。现在我妈跟我婆婆这俩老太太，因为争孩子是跟姥姥好还是奶奶好，较上劲了。结果第一局饺子，我婆婆就败了。翟达以前跟他奶非常好，因为啥呢？就比如说去年过中国春节的时候，翟达在加拿大过的，他奶奶温迪挺善良个人，就是怕孩子想我，除夕夜张罗全家包饺子，学了1个礼拜，最后除夕夜6个人4个小时。包了9个饺子，还碎了仨。哎，你们都不能想象问题出在了哪儿。就这个饺子包的，他们不分工。就我婆婆依次摆好了馅儿、放馅儿的盆、面团、擀面的板、包饺子的板。就第一个人先步入生产线，蒯一勺馅儿，然后揪一坨面，然后再往下走擀剂子，再往下走擀面皮，然后包。这时候第2个人上，再从馅儿开始走。9坨面往下走，第1个人包完之后，再回到生产线的初始馅儿区，再从0开始。我说，哎呀，我问你呀，包饺子需要流水线。他说，对呀，我们就是流水线的。我说流错了，流的是饺子，不是人，不是人。但在中国他老完胜了。除夕那天下午4点，早打开始焦虑。妈妈，我已经等了1年的饺子了，现在还不开始包，午夜怎么能吃上呢？我说你急啥？你老搓澡呢？晚上10时许，亥时1刻左右吧。我妈、我二姨、我老姨接头了。那你们也能想象，这不是夸张啊！不到2小时，200多个饺子下线了。翟达看着他们包饺子，跟他奶视频。奶奶，他们双手嗖嗖，不知啥是对手。我二姨姥平均每3分钟给我姥扔过来30张皮儿，这是不是才是流水线该有的样子？他们不光是快，奶奶，最叹为观止的是，对他们来说，包饺子只是捎带手，八卦才是正事儿。就这3位女性凑到一起哈，那话咋说了？就擀饺子皮儿分秒之间，无数人以身败名裂。怎么说呢？就我姥只要一包饺子，铁岭至少3家要离婚，至少3家要离婚。包饺子这趴输了，包红包更输。温迪有多抠，你们知道？他本来不想包红包，为了争宠，经历了10天痛苦的心理较量，居然走入了加拿大某 ATM， 取出了$100，2张纸放进了红包里。我妈心眼子太多了，你跟我嘚瑟你家园面值大，我就让你栽在面值大。我妈给孩子发了600张5块钱，外加1兜子硬币，掷地有声啊，让翟达摆那5块钱铺了一个客厅。我婆婆跟翟达视频问，奶奶准备了100刀，你姥给了多少钱呢？翟达说不清，就
就是满地是钱，过堂风一吹，钱都满天飞。我给我妈的时候都得用车拉，用车拉。为了让孩子学习，温迪也很辛苦，他生怕这个孙子孙女都淡忘了或者不接受西方文化。孩子才6岁，买了一堆名著，天天跟孩子屁股后追讲悲惨世界。我妈就不一样，直接斥资购入学而思学习机。应该没有妈妈不知道学而思吧？做教育20年了，孩子爱不爱学习跟老师有很大关系。这里头有1000万分钟的好课程，都是学而思里原先 top 级的好老师给上的。我也不用担心他生了早打那双大眼睛，不反光不刺眼，就跟看纸质的书一样。哎呀，反正就是头学良药锥刺股，孩子老愁学海苦，学海无涯靠师资，一边学来一边思。最后就是教育孩子孝顺这个事儿，温迪败在哪儿了呢？他认为跟孩子说这些都太早，殊不知我妈早就下手了。我妈给拿铁买了辆车，这个车印的是玛莎拉蒂，唱的是民族精华，不光教会了拿铁爸爸的爸爸叫什么，还反复朗读《三字经》等古典，演绎着家国，教出了孝道。拿铁可能现在说你好再见还没说全，但如果你问他百善，欠我1000。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呢，亚方已经输了。哎，有太多的粉丝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彩铃啊，外国女的生完孩子是真不坐月子吗？这事儿我问过我加拿大婆婆，那月子肯定是没有坐的。那她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做了什么呢？人家3个孩子每生完一个，第一个事儿就是让她老公给她买那个倒过来都不洒的冰激凌，还必须得是特大号的。用我奶的叫法就是3XL 嘛。北美的甜品号码我是知道的，她要是说这个桶是特大号，那基本跟尿盆差不多大吧。其实我感觉他们对冰的东西的依赖和咱们对热的东西的依赖是一样的，就不管有啥事儿，总觉得哎用冰镇一镇，它总会是有用的。我婆婆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每个月最难受的这几天，人家就去游泳去嘛，还得挑凉吃的。所以我看加拿大的那个医院门口一般都有一个冰激凌店，这就跟咱们的医院门口肯定有卖热粥热豆浆的是一个道理。我女儿2岁的时候在伦敦嘛，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完上医院看医生说那就只能开点药，那小孩也不能多吃，就回家自愈吧。我说的那他太难受了，我能做点什么让他舒服一点呢？然后医生说那就只能是孩子一疼你就给他吃个冰激凌吧。就我在这种环境下呢，说实话生老大的时候我也没咋坐月子，就我妈吧还真特意来伦敦就是要给我坐月子的，就说一定要坐。完我说行，我听你的。完我是早晨4点钟生的嘛，那时候伦敦已经秋风瑟瑟，就满是寒意了。完事孩子刚生完，刚放我身上也就5分钟吧，我的产婆就 hope 嘛，就是希望，就打开了希望的天窗，这个希望所有窗哐哐哐全打开。我的产婆希望的意思呢，就是那得是打开窗户让产妇吸收一下新鲜空气，还有小宝宝。给我妈气的，她一打开我妈就全关上，我妈全关上她全打开。完这产婆还问我老公，你这个 mother in law 你这个丈母娘有点焦躁啊，咋的恐高啊？你告诉她放松。我老公寻思你放松吧，你再打开一次她顺窗户给你撇下去。完我妈就是在这看着这窗户嘛，就谁敢碰这窗户她就必须得给摁死。但是他们就玩夹击，你知道吧？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护士长这么一个类型的人物吧，就趁我妈就防守都放在窗户的时候，给我领到了浴间，就跟我说：“亲爱的，咱们抓紧时间洗个澡。”我当时就没有啥感觉了，我觉得你说刚生完孩子就已经被这个泰晤河畔早晨4点钟的邪风就已经洗礼一遍了，那现在洗个澡又能如何呢？但是我在里头，我能听见我妈在外头找我，其实还挺有娱乐性的呢。我就听着她一听我被带到浴室洗澡去了，哎呀，给她气的，薅着我老公喊，就这你媳妇让人领到浴室洗澡去了，你都不管。哎，你说这边一个带去洗澡去了，外边的不让关窗户，一会儿他洗完澡出来，这屋子过堂风，能给王八给吹翻壳子了，那不落病吗？给人往死里整，这太损了，你个大傻狍子呢，搁这卖单呢。这时候呢，我洗完澡就迎着这个所谓能给王八吹翻壳子这过堂风，我就出来了嘛。然后我眼前是我生完孩子第一顿这所谓的月子餐呗，你们也能想象是啥了，就大凉三明治配冰水呗。其实这冰水吧，你要说它是水里边加了冰块，有点委屈它了。它其实是一堆冰块往里边填了点水，就是你听没听过一个童话叫《一只乌鸦口渴了》，就那个配图，就其实里边都是大块完添了一点水。这时候我妈就疯了，就真是疯了。但是产婆其实不明白我妈疯点在哪，就觉得她可能就是焦虑症，完事就给她架出去了，就以这个产妇要休息为由给我妈给架出去了。我妈一边被架着往出走，一边冲我喊：“妈妈一定会回来的，闺女，你一定要忍住，不要吃他们给的饭，不要喝他们给的水，妈妈一定会杀回来的，不能妥协，你是有气节的孩子，他们都是虚伪的纸老虎，听着没？”然后我呢就睡了一小觉，醒了呢有个护士来找我，问我这个 Miss 黄，这楼里有个 Miss 黄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是啊，咋的了？他说 Miss 黄把2楼的微波炉给整爆炸了。
后来我一问是咋回事呢，就我妈呀去给我找吃的去了，她就想给我买点汤，结果到处也没有。最后在超市发现有人买汤，她就跟人家买。但是国外这个卖那种大酸奶的桶和汤桶是一个大小一个形状的，人家拿的是汤，他拿的是酸奶。完事跟着人家去看那人是怎么热的汤。到2楼茶水间，人家放到微波炉里热这汤去了，我妈把我的酸奶给热了，结果梆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伦敦塔桥都一震的。我就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没看着那个汤上边他画着木瓜吗？我妈说那我不着急吗？我就以为是泰式咖喱汤呗。